好啦，2024年新嘅一年，先祝大家新年買多幾隻錶先。我哋 Watch Catalog 都有一個全新嘅系列，用5分鐘嘅時間去了解一隻錶。咁但係呢，會偏向於我個人嘅睇法比較多嘅，而唔會太過着眼於手錶嗰個規格嘅。咁就唔係咁長啦，希望容易啲製作，咁亦都希望可以定時咁出片嘅。咁話晒第一集啦，打頭陣嘅梗係揾一隻勁啲嘅，咁我揾咗 AP 嘅 Royal Oak 神級錶嘅一隻，但偏偏呢，近呢1-2年我基本上都冇戴過佢啊。咁點神級呢？我諗呢度唔使多講啦，好多人應該都知道，亦都好多人將佢同 PP 嘅 Nautilus 去比較啦。咁但係呢度呢，我先係想表達一下，如果單係純一個手錶工業設計嘅角度呢，咁因為運動型有 integrated bracelet 嘅手錶，唔講美學設計，唔通同你講呢個機芯打磨咩？就算 PP 個牌子呢點樣神級法，個機芯呢個技術有幾高，日內瓦印記，就算你問我100次呢，我一樣都會答你。Royal 個設計呢實在勁得太多啦。嗱，我呢度講嘅呢個比較係設計美學啫。咁啊，單錶盤嗰個 GUC 面呢已經可以 KO 唔少同類嘅競爭對手噶啦。咁有興趣了解咩係 GUC 嘅面呢，自己可以大家 Google 一下啦。咁雖然你可以 challenge 翻以今時今日嘅科技，其實都唔算咩驚天動地嘅嘢啫，但總比簡單嘅錶盤喺製作上一定有更加多嘅工序，更加多嘅要求嘅。講得 Royal Oak 點可以唔講個錶帶啊？你睇下個錶帶本身個設計已經超勁，個做工更加係瘋癲添，可一不可再啊！呢啲真係面世以嚟呢，已經成為咗業界嘅天花板啊！如果你想超越佢，我諗難過登月添啊！你做得太過接近 inspire by 又好，致敬都好，難免都會俾人覺得你係抄 Royal Oak 嘅。咁至於舒適與否呢？此乃各人手腕有異啊，屬主觀之評論也。戴得舒唔舒服呢？不作評論啊呢度。不過呢個錶帶靚還靚呢，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呢隻錶呢，襯皮帶折扣係另一番獨特嘅風味，比較適合正裝嘅場合。因為小弟一直都覺得呢西裝帶鋼帶錶呢，係硬係格格不入咁嘅。曾經亦都諗過去配嘅原裝皮帶加翻個折扣，心諗5-6千蚊應該都買到啦啩。最後我帶住天真無邪嘅情緒下去問啦，聽到成為11,000蚊左右啦，我記得。咁我當時呢眼神就空洞啊，目無表情，我真係太過天真，心諗當我冇問過呢個價錢啦。而至於點解呢？我反而係最少去戴佢呢隻錶呢。我諗近呢1-2年呢，近乎都冇戴過咁滯嘅啦。咁以下內容呢，相對主觀咗啲，因為呢係純屬我個人嘅一啲意見啦，一廂情願嘅一啲意見。咁大家估都估唔到，最大一個原因我唔戴佢呢，反而係佢幾年前呢，可能 Covid 嘅時候呢，個價錢水漲船高，而唔係話個價升得太高，擔心整花咗賣唔到好價錢，而係呢，俾我感覺佢變成咗一個熱炒嘅款啦，一個潮流嘅款啦。反而我個人呢，就唔係咁中意嘅，因為咧會俾人一個感覺就係你係咪都係一個追潮流嘅一個人呢？你係咪真係識 AP？你係咪真係識 Royal Oak 㗎？咁所以有時候呢個價錢升得太高太快呢，對真正嘅用家呢，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當初又好彩咁啊排到啦，諗都冇諗就入咗手。咁其實真係值得收藏嘅。咁但係個價錢呢，一直直線咁向上，反而我佩戴嘅頻率呢，就一直咁向下。咁不過大家放心，我意思呢就唔係話叫你唔好買呢一隻。如果正價排到或者冇太多嘅日價之下，可以入到手呢，又 afford 得到呢，絕對值得收藏嘅。咁神級嘅手錶呢，呢個稱呼呢並唔係浪得虛名嘅。咁另外呢，亦都有啲假錶啦，假錶嘅盛行都係一個少少嘅原因啦，減低咗佩戴佢嘅一個意欲。不過今集嘅時間就有限啦，希望之後有機會再探討一下假錶嘅呢一個題材，呢個議題。以上就係同大家分享咗呢一隻俾我打入咗冷宮嘅佳麗啊！反而我希望佢呢之後冇太多嘅炒作，價錢可以回落翻啲呢，可能令我重拾翻佩戴佢嘅動力啊！我真係好麻煩啊！你話係咪犯賤啦？專揀一啲冷門嘅錶去戴。咁啊，講下都就嚟5分鐘啦。你對 AP 同 Royal Oak 有咩睇法呢？可以喺下邊 comment 一下。希望你中意呢一個系列。未訂閱嘅記得撳訂閱個掣支持一下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